的校园霸凌受害者，如今却统一江贝的所有势力，成为老大。现在整个江贝以任多俊为头领，正在慢慢夺回被侵占的区域。海光组织内部因为失去郭道昌，开始变得不稳定。这样的他们面对多俊组织毫无还手之力，失去希望的海光逐渐开始溃散。不过白道谦担心四燕负责的其他地方会出意外，但江西秀明白他们也不是白待在老大位置的。海光临时据点诺蒂斯酒吧内，叶元斌轻松将海光干部解决。罗成木负责解决的海光据点也已结束战斗，他独自打倒了守在这里的所有人。贤明写字楼据点内的海光成员还想带着人质撤离，眼看他们就要逃回江南，司机猛踩油门，却发现车子没有反应。挡在车前的普武烈怒吼：“你们要去哪啊？”任多俊正在清理海光在唯一餐厅的据点。就在这时，海光打手偷袭向年纪最小的金恩东。任多俊刚想出手帮忙，金恩东就自己解决了敌人。这段时间他也在不断成长，金恩东也想像哥哥们一样变得强大，可还是有多俊组织的成员被抓住威胁。然而任多俊明白，海光打手根本不敢刺人质，因为如果他有那种胆量，就不会沦落到抓人质的地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地方需要解决，那就是海光的大本营江南。江贝联盟成功阻止海光的消息很快在地下世界散开，许多人第一次听说任多俊这个名字，就连监狱里都在谈论这个名字主人的事迹。那些议论在黄石阳这里无比刺耳，金泽和车大业就知道任多俊能做到。听到这些消息的南元昌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该加入战局了。远在异国巨士的申宇成得知任多俊成为江贝老大后有些感慨，韩吉的弟弟真是有出息了，不过既然长得也结实了，力气也很大，那么也是时候把他给煮着吃了。夺回被海光侵占的所有地盘后，江贝主要战力再次聚集。普武烈认为现在没必要拖延时间了，干脆一鼓作气去江南把海光给灭了。但任多俊明白他们还暂时不能跟海光打，虽然江贝联合起来扩大了实力规模，但还是赶不上海光。现在跟海光打几乎没有胜算。金元斌也明白海光之所以撤出江贝，是因为海光想吃下现在的江贝也会受到不小打击，但如果要决一死战的话，江贝必败无疑。不过白道贤知道方法还是有的，江贝已经尽最大努力扩大了组织规模，既然依旧赶不上对手的实力，那么方法就只有缩小对手的规模。江贝需要派人悄悄潜入敌人的内部寻找弱点，虽然这么做的话十分危险，但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必须要有人来承担风险。任多俊犹豫于真的要让弟弟们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吗？作为组织老大的他必须尽快做出决断。这时金恩东准点拿来蛋白粉给多俊哥喝，看着他身上的伤口，任多俊有些惭愧道歉，都没让兄弟们过过什么好日子。金恩东急忙表示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多俊组织的大家想法也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接受过任多俊帮助的人，早已做好了跟着任多俊战斗的准备。金恩东让多俊哥不需要说对不起，为你战斗是我们应该做的。任多俊明白，大家都是因为相信他才拼上性命跟随的，难道自己真的要为了打赢海光，亲手把弟弟往绝路上推吗？作为老大的自己只能这么做吗？真的只要打赢就够了吗？与此同时的异国记事，手下向申宇成汇报，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海光的暗杀组派到了任多俊的住所，今天晚上任多俊应该就会被秘密处决掉。申宇成明白任多俊带领组织的时间不长，所以应该不知道搞垮一个组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干掉藏在背后的老大，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只会在展开翅膀的一瞬间毫无征兆的被干掉。任多俊的命运早已注定，悄然潜入的暗杀组成员齐齐举起手中的刀，可他们却刺了个空，上头给的位置的确就是这里没错。江贝联盟的人也在这时出现，暗杀组成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了弱化海光的势力，江贝只能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需要打入敌方的阵营。任多俊突然意识到，该动的不该是兵，而是能撼动全局的国王。白道仙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一个组织的老大怎么能亲自动手，而且还是闯入敌方内部？正常来说，身为核心的首领应该藏在后方统筹全局，可任多俊却认为老大不该藏在后面让弟弟们做出牺牲，至少他认识的老大绝不会这么做。最难的事情任多俊要亲自做。江贝联盟三大最强战力从此时开始闯入海光的江南本部，海光暗杀组的家伙实力都不弱，司燕解决他们费了点功夫。接援兵看任多俊也不正常，就算切断海光的资金来源很重要，也没必要老大亲自上场，毕竟如果任多俊出了意外，江贝就全完了。他们也要趁这段时间提前做好战斗准备。虽然普武烈依旧预测这次成功概率不到1%，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直觉就是相信任多俊，普武烈会把赌注全部压到任多俊身上。白道仙三人的首要目标就是切断海光的资金来源。海光的成员之所以忠心，就是因为海光拥有切实的奖励体系，他们大规模扩张生意，把赚到的钱分给成员，以此团结内部。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没了钱，海光就会立马解体。因此任多俊三人要找到海光最赚钱的门路，就从海光最强的势力范围铜雀区调查起。白道前让爬到路灯上的江西秀不要太惹眼了，可江西秀却表示在高处更好找海光的人。就在白道谦无语时，江西秀竟然真的有了发现，白道谦都不知道带他来是不是正确的选择。不远处校园霸凌情节依旧在上演，从屋顶跳下的江西秀想问他们点问题，不过首先他要先教育一下拿烟头的金浩同学，不知道在垃圾桶旁边抽烟容易发生火灾吗？金浩怒斥，你这家伙突然胡言乱语什么呢？闻言江西秀立刻举起拳头，可却被白道谦拉走了，毕竟现在可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就在他想叫任多俊一起走
走时，看着眼前被霸凌的男孩，任多俊就在想，那时的自己也是这种表情吗？下一秒，金浩的脸上便狠狠挨了一拳，强大的力量打得他整个身体倒飞，昏死过去。白道仙无奈任多俊这又是在做什么？那就另外2个不要再惹麻烦了，还是调查要紧。白道仙筛选出了在铜雀区调查的地点，不过海光不会在明处活动，所以他也不确定筛选的地方对不对。其中有3个地点可能性较高，第一是镇城学校，第2是警员补习班一条街，最后就是世华大厦。白道谦3人需各自选一个地方调查。不过江西秀认为海光赚钱的门路不可能在学校。白道仙看他难得说了点有逻辑的话，既然如此，那就集中调查剩下2个地方。现在必须要抓紧时间了。与此同时，海光干部江宇直刚结束学习，想要放松一会的他拿出账簿，开始在上面写画画，每滑动一笔都意味着一笔钱到账。江宇直时常想，要是学习也这么有意思该多好啊！如果学习就像赚钱，那他绝对能拿全国第一。任多俊的直觉令他想去镇城学校，白道谦不由得感到担心，也许那里会很危险。次日，镇城学校就出现了一名转校生，金浩惊讶，居然是这个家伙。任多俊退学1年半后再次入学，任多俊入学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白天那群穿着校服的家伙，跟任多俊在仁川港遇到的干部穿的一模一样，这一点确实很可疑。不过江西就疑惑为什么非要去上学，实际上任多俊只有这个办法了，为了那个东西。而他之所以能这么快入学，全靠普武烈向校长发动超能力。任多俊化名为金恩东入学，校园环境跟过去一模一样，一群普通的学生在学习，一群普通的学生在打闹，这里随处可见普通人的生活。过去的任多俊做梦都想过上这种平凡的人生，但现在的他再也不期望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不是自己能拥有的人生。现在的任多俊拥有了全新的人生，再也没有时间回顾过去，他只能勇往直前。就在这时，金浩再次带着小弟来找茬，这里是他的地盘，金浩不可能让打了自己的家伙好好上学。镇城学校的老大许万基让转校生不要太装，朋友之间应该好好相处，第一次见面当然要好好认识一下。面对许万基的挑衅，任多俊选择暂时忍耐，毕竟要是动静闹太大被注意到就不好了。许万基听说转校生很能打，现在看完全就是个老实人。金浩嗤笑这家伙看到大块头就怂了。许万基看任多俊还算有点眼力见，心情不错的他赏了任多俊一个好东西，需要钱就只管打上面的电话好了。很久没当众被人打过的任多俊真是有点不习惯。许万基给他的卡牌是贷款广告，突然有人小声在他耳边道谢，男孩急忙向被吓一跳的任多俊道歉。上次他被任多俊救下后，一直都想找机会说声谢谢，之所以选择在厕所，是担心自己在教室和任多俊说话会害了他。任多俊能看出男孩正在遭受霸凌，他告诉男孩，如果想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拼命挣扎。话说回来，任多俊问男孩知道这个贷款广告吗？见此男孩突然面露惊恐之色，他让任多俊赶紧把卡片扔了，绝对不能打上面的电话。就在这时，男孩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匆忙离开的他还不忘让任多俊把卡片扔掉。此时的警员补习班一条街，一道人影在高楼间快速跳跃。江西秀有些苦恼，海光的那些家伙都藏哪里去了？与此同时的世华大厦，一个清洁工推着工具走出，白道仙顺手就偷到了出入证。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任多俊会闯祸。镇城学校内的男孩正在被催着还贷款，没钱的他被许万基威胁要把这些硬币都吃了，往嘴里塞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被逼无奈的男孩只能抓起钱往嘴里塞，其他人都戏谑着围观这一幕。男孩本以为塞进嘴里的钱能给自己，而许万基却要他闭嘴才算数。男孩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被欺负的生活，他好不容易一直忍到现在，一直都在安慰自己没关系，可现实就是每时每刻他都无比痛苦。男孩也想要摆脱现状。就在这时，任多俊命令许万基住手，眼看许万基还想废话，任多俊手中骤然发力，恐怖的力道压得许万基骨头几乎断裂。任多俊不觉得自己的校园生活要完了，要完蛋的是这些只知道欺负人的垃圾。以上便是街头生存手册113到116话的内容。任多俊不愿躲在后方牺牲兄弟，打破规则亲自涉险，同时被校园霸凌场景勾起过往创伤，始终坚守不欺凌弱小的底线。人物立体、矛盾且丰满，金恩东也不再是需要被保护的最小成员，他实战中飞速成长，心智也愈发成熟，是任多俊的精神支撑，象征组织内部纯粹的羁绊与忠诚。接下来就看潜入江南的3人到底要如何削弱海光的实力。明天继续更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